我这个忘了放推广画面了，算了，没关系，我们算了，没口头。事。好 ，OK， 我开一下 IG 啊。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大叔中文，好，对，那今天呢又到了大叔说故事的时间。那每个星期三都是我们大叔说故事的时间。灿叔，我记得上个星期好像有一些同学有比较正面的反馈，对不对？对，他们说很喜欢这种说故事的方式，然后我们把重要的词汇呢解释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很容易理解。大龙大龙来了。大龙真的好久没看到大龙了。大龙整天看到他留言，但没看。对，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见尾啊。对，好，那看到大龙我就想到最近灿叔天气冷了，所以你穿睡衣。不行，你这个转折好尴尬的转折，好突然的转折啊！好，那这个所以呢，天气冷了，我们大叔想说要为各位同学呢准备一些贴心的御寒的东西是吗？御寒的衣物啊，我们冬天到了，一定要穿的暖和，不要冷到了啊！特别我知道现在很多国家刮大雪。然后天气刮大风下大雪吧？什么叫刮大雪？刮大风啊，因为雪很大，所以要刮大雪，刮起来了。对，那所以呢，各位同学有空可以去大叔小店看看，我们大叔们为大家准备了什么精心的小物件，对，然后可以让你保暖。这边我们就不说了，这种惊喜的东西啊，应该是各位同学自己去探索一下。对啊。然后探索完我们大叔网站的人是可以茶叔把这个网址写一下。对，到那个大叔 mandarin.com 哦。好，对，那我们已经精美的小物件已经上去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大叔小店看一下，到底大叔为大家准备了什么东西，让大家可以保暖御寒。好，那有兴趣的也记得把它买起来好，我们还有一些同学这个叫做瑞东，发瑞东，为什么姓发？好奇怪的姓发。瑞东是好名字，根据自己的这个名字直接找了一个中文。对，但是瑞东是好名字瑞东是好名字。好，佳佳来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说故事吧好，那记得大家把赞点起来然后支持我们，把留言多留言。对，这个说故事时间是我们的新单元，大家要多留言好，把它推上去。对，推上去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来是什么呢？灿叔，普通的石头。对，普通的石头。如果我们说普通的一般来讲是平常不起眼，很平常，不起眼，就是你通常不会引起你的注意，没什么特别的。对，像理查老师就长得很普通，一般来讲大叔们长得都很普通，除了笨叔。对，那所以呢，如果这个人很普通，一般来讲你是不会注意到他的，他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没有什么让你注意的地方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普通的石头是怎么样的故事好，来，一天，一个老木匠在河边发现了一块灰色的石头。好，那老木匠是怎么样的职业的人？做木工的人，对，做木工啊，对，他可以把木头雕刻成很漂亮的形状可能也是或者是有时候这个做椅子呀，做这个柜子呀，对，用木头做桌子，对所以一些木质的家具，木匠也可以胜任好，那他发现了一块灰色的石头好，OK， 我们再往下看。老木匠把石头捡起来说道：“也许以后派得上用场。”好，老木匠把石头捡起来那么老木匠就看看石头说：“好，也许
以后派得上派得用场。上用场。好，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希望大家嗯，学起来，因为我们母语者在说话嗯，的时候很常说派得上用场，派得上用场，对。或者会说派上用场啊。那灿叔，什么叫派上用场呢？就这个东西在未来它是能有用的。对，对，有你用处的。现在先把它拿来啊，未来是有对用。这个石头在未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啊，我们敬请对期待。嗯对，那就是比如说有个东西甚嗯至是一个人也可以或许在某些嗯，场合它是有用的，你就可以对说，这个东西以后派得上用场。啊，对 或者是现在可能就派上用场了，也不一定啊。对，那就也不一定。是这个东西是有用的，这个人或这个东西在某个场合它发生的作用、发挥的作用它有一些用途好，OK，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表达，派上用场对对，这好真是一个很有用的这么一个固定表达方式。非常嗯，常用好，我们再往下看。过了几天，石头待在工具箱里，觉得自己很没用。嗯，好，那很没用，当然是觉得自己好像派不上用场派不上用对场，好像没有发挥，没有什么功能的感觉，没用。对，那这个没用这个词也可以用在人身上，对不对？我好没用啊！这样。对，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可能我嗯怎么学中文学了3年了，一句话都不对，会说，我好没嗯，用啊！有时是的，候是拿来骂人或责备自己用的，我真没用嗯，这个非常的常用。那如果你是个有用的人，我们就是有用，我们会说有用，对不对是的，那如果你是没有用，就表示你觉得自己没有用处，你没有才能，没有才华，没有贡嗯，献好，或者不会赚钱，也老婆只说老公你真没用，你真你看看没用啊！别人。别人的对，老公赚那么多钱，你看看你家务嗯也不做，不，然后这嗯，个老婆对，老婆很对，常用了真没嗯，用，很没用。好，那工具箱我想指的呢，就是这个老木匠他放工具的地方叫工对，具箱一个箱子里面放了好多他常用的工具。对，对好，OK，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他叹气道：“唉，我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永远派不上什么用场。”好，叹了两口叹气。气呢，刚嗯刚灿叔已经表演过了嗯，当你叹气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你的问题无法解决对，或者是你碰到了一些让你伤心难过的事情，你会叹嗯气好，叹气。我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永远派不上什么用场。那表示嗯，呢，他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没有用似的，好像发对，挥不了作用。好，OK。所以我觉得这块石头有点妄自菲薄，对不对有点妄对。自菲薄。然后有同学说，没有用可以说废物，废物好像更严重了，对不对？对，你这个废物，这很严重的一个说法，已对，经是。我觉得骂废物可能，真的听的人会非常非常的伤心。然对对，后，我觉得没用还稍微可以接受。如果你骂他是个废物，哇，那嗯，是很严重的语气没蛮重。用的话，可能稍微调整一下，变得有用。你要说废物，对那是完全没有任何可能，它在未来会变得有用了，它就像对垃圾一样了，其实是。对，对没有希望，没有人要了，废物对，啊。嗯好，然后老师的直播课派上用场。嗯，呃，如派上什果你的中，么用场？如果你的中文刚好遇到了一个瓶颈，然后嗯你觉得听了老师的直播课有用，你就可以说嗯，老师的直播课派上用场了。对。OK，或者刚好那天我们教了一个词儿，你刚好在考试的时候，哎，或者在说话的时候刚好用对上了，就说：“哎，我那天听了这个大叔中文的直播，刚好派上了用场。”对，对，刚好我学到普通这个词，刚好我嗯，学到妄自菲薄这个成语，派上用场了，考试考出对，来了好，OK，好的，无用，无用跟没用好像无用
不怎么口语，说实话，对，不太常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通常说没用你这个无用之人啊，要用古装对，片里好像比较对，好像比较文言一点对对对，好的，我们继续老看。木匠却笑着说：“哎，别着急呀，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价值。”好，这块石老木头觉匠和得自己石头说话了是吗？对，是的，是的，而且呢，老木匠人非常好，他安慰这个石头，嗯他说：别着急，别急，别嗯急，说不定马嗯，上就能派上用场了。”然对呀，后呢，老木匠接着说：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价值。好，嗯，灿叔，价值我们要怎么解释呢？价值，一般情况是指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多少等等。钱？对，对，哼，但这里可对，能更深层次一点点了，不只是它的钱，而是它的很大的用处，我是觉得是。对，嗯一般来讲，如果你说这个东西的价值一般我们会说价钱了这个东西多少嗯钱，它的价钱是嗯，多少？那对，价值一般指的是可能是比较抽象的感觉这个手机对我的价值很高，表示你可嗯能常常用到它，它对你很重要所以如果你把价值形容成人或者是东西的价值一般来讲它是可能价值很高，表示这个东西很重要或者是它对你特别有用处它是对对，有用的还是主要是指有用。对对，对所以这个价值也是算蛮常用的一个用法。好，那这个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价值，就是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用处，都有自己的用途的意思。好，那这个别着急这个其实蛮常用的。我们说别急，嗯，别急，别急，好，慢慢来，慢别着慢来，急，对，慢慢对，来。慢学慢来。中文急不来，别着急。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别人很急的时候，你可以说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慢慢来比如说，有个人特别着急上厕所，你在里面蹲着就不出来，你说别着急，你等上1个小时我就出来了。对，他就拉在地上了急不来，急不来的嗯急不来的。对，好，OK，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有一天，一个村民带来了一把钝刀。好，钝刀，村民就是住在村子里的人村子里的人啊，对，带来了一把钝刀。好，钝刀，钝刀跟一般的刀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刀没有磨过啊，它切东西不哎锋利。对，对，那如果这把刀是钝刀，可能它用久了，所以它变钝了不对对对，锋利了不锋利没办法切东西，它是钝的那也有可能它生锈了，所以它是把钝刀好，钝就是不锋利的意思。好 ，OK， 这个村民好像要杀人的感觉。对呀，这个图片背的，这个图我找不到更好的图了，没办法，这个是请豆包生成的啊。好 ，OK， 我们继续。老木匠说：“我有办法了啊！”他打开工具箱，拿出了那块石头。果然石头在这样的场合发生了作用，派上了派上用场。对，对，好，我有办法了这个在口语中很常用，就是你想到嗯一些主意了你有解决的方法了。对，好，您的脑袋边上出现了一个灯泡，叮，灯泡，叮然后他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石头拿出来。那我们来看看老木匠想要做什么老木匠把刀放在石头上磨了磨，刀马上变得和以前一样锐利。好，那古时候的人现在的人也是一样了。如果刀变钝了他们会放在这个磨刀石上面，磨刀石上磨，然后刀就会变锋利了。所以这块石头发生了作用，派上了用场，就是它可以磨刀好，那磨了磨就是你一直做这个动作，好，那这个磨刀，我们中文常常说磨刀，就是把刀给磨利了，磨尖了，磨锋利了好，那刀马上变得和以前一样锐利锋利锐利好，对，锐利好像用锋利是比较好一点。锋利可能更平常一点，对，锋利更像我们说的更像平常会用的
好，刀马上变得像以前一样锋利。好 ，OK， 好的，我们再往下看。石头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也能改变别人的生活。老木匠点点头，每件东西都是有用的，只是要用在合适的地方。好 ，OK， 哇，我觉得这个老木匠真的很会安慰人，然对，后对他很会说一些让人很开心的话。让石头很开心的话。对，让石头很开心的话。好，对，石头惊讶的发现，哦，原来我可以帮别人把刀磨利，我也能改变别人的生活。刀磨利之后可以切肉，可以切菜，所以，哎，我改变了这个村民的生活了。没想到我是派得上用场的。那老木匠呢，就点点头说，每件东西都是有用的。刚刚说每件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指的就是有用的。对啊，但是你要用对地方，你用错地方，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把石头用在磨刀的这个地方上的话，就是个合适的地方，合适的场合。比如说让大叔中文的几个大叔去参加选美比赛。哇，那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没用，对不对？我们太丑了。对哦，我们就是这个例子有点奇怪哦。或者是你派3位大叔去参加那个举重比赛，哇，那我们完全都不行，我们太弱了。对哦。那但是如果呢，把大叔放在这个教中文的场合里面，那我们是能够胜任的，我们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任何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才能，对，那就要把你放在有用合适的位置，那么你自然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你也会觉得自己很有用处，自己派得上用场所以各位同学，我们也能改变别人的生活呢。对啊我们就可以让各位同学学中文学得更好，这是我们的用处，我们也可以派得上用场。各位同学也可以想一想，你的才能是什么？你有没有在正确的位置？如果你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你可能会像这个石头一样，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但是不是你没有用，而是你可能不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对，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才能嘛。中国人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对，非常重要好，那当你找到了合适的地方，你也会对自己更有自信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有一天，大雨冲坏了河堤，村民们急忙修补，正好河堤中央缺了一块石头。OK， 后来村子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下大雨了。对，大雨冲坏了河堤那一般来讲，河堤是有什么用处呢？就是防止水漫过这个路面嘛，我是觉得挡。对，所以通常会在河边比较高一点，对，筑起一道墙这道墙就是河堤，那水就不会越过去了但是村子里的河堤被大雨冲坏了是的。好，那村民急忙修补。好，修补是什么意思？它本来一个东西坏掉了嘛，让它重新恢复重新完好如初。对，所以我们村民们是修补河堤。那有时候修补是不是可以用在衣服上面？可以啊，修对，就是一般说补吧，说衣服的缝补。缝补，对，我们可能衣服不用修补，修补可能是比较像建筑物啦那样的东西上面。如果长城坏掉了，是不是要修补一下？对不对？长城坏掉了，对，长城可能有些砖头没有了，要修补一下那衣服的哭，对，哭倒了好，那我们如果是衣服的话，我们说缝补，很好，有同学知道缝补，对，缝补，或者说缝，或者说补就可以了。衣服破掉了，我们要缝补一下那墙坏掉了，你要去修补修补。好 ，OK， 正好。不是还有一句诗叫什么？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对，好，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刚刚念的这个叫慈母
寅是不是？子母寅，对，好像啊，是。对，子母寅这个算是一个基本的诗了啊，大家都要会啊。嗯，好，讲的好像很简单，其实蛮不好背啊。对，只是中好，国人基本都会，就是这基样。对，本都会，算是我们的常识了啊。好，是的，河堤中央缺了一块石头。那如嗯，果河堤中央缺了一块石头，这个河堤等于没有修补好啊，因为对呀，缺了一个石头，水还是会流过去啊，所以这块石头很重要啊。如果没有这嗯，块石头，这个河堤等于是没有修补好啊。就缺那么一块石头。对，对哦，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老木匠把工具箱里的石头放到了河堤中央，成了嗯，重要的一部分。哇，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老木嗯匠把工具箱里的石头拿出来之后，放到了河堤中央。哇，那嗯，河堤就完整了，对不对？水就不会对，流过去了。那所以这块石头发挥了它最大的作用，派上了用场，它是，成了河堤里面重要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河堤呢，就不会再有水流出去了啊，非常重要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村民们赞叹道：“这个图配的吧？等一下，这块石头救了整个村子。”哇，你看村民们啊，有男有女，村民们啊，开心对，的跳起舞来了，哇，嗯，很开心啊！啊，赞叹，我们如果会赞叹一个人，一般来嗯，讲，这个人可能，哇，他可能很有才华对，啊，有很大的优点才会赞叹。对，对，或者嗯，是你很欣赏他，你们可以是的，赞叹大叔，因为大叔嗯啊，每天都很努力的做视频，让你们学习中文，对不对？嗯。啊，你们可以我举个赞叹我们例子，就会说：啊，“茶叔，你的头好圆呀！”我赞叹道。就是如果这个房间很暗哦，然嗯，后茶叔的头很圆，发出了亮光，哇，好亮，谢谢茶叔，好亮哦，点亮了整个房间。黑暗的房间哦。好，嗯那我就会觉得哇，真好啊，那嗯，就赞叹一个人是好的啊，对，那表示这个人很有用处，很有帮助，而且嗯呢，大家都喜欢接受赞叹，接受赞对，美啊。是的，好的，那这个村民们说，哇，这块石头救了整个村子啊，所以嗯，大家看到这张图片呢，哇，大家都开心的跳起舞来了啊。是的。OK，好的，我们来看最后，哎呦，石头开心，石头终于明白，它并不普通。哇，石头终于明白了啊。那老木匠呢，把石头放在它合适的位置上之后啊，哇，石嗯头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它救了整座村呢。啊，因为它嗯，修补了河堤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对，石头终于知道它并不普通。那也要有赏识它的人，对不对？参数，是的，是的。嗯，对。那这个老木匠呢，其实就是一个赏识石头的人。我们有老木匠是一时候个伯乐，对，伯乐，是我们石头的有时候伯乐。是千里马，但是我们缺了一个伯乐来了解我们、赏识我们，把我们放对，在正确的位置啊。那是的。这个，所以呢，我们刚刚说的是千里马，还有伯乐哦，就千里马是常有，伯乐不常有，这句话，对。对啊，就是有才能的人很多，嗯，但是能欣赏你的才能的人少之又少。是的，啊。确实。所以这个千里马跟伯乐的故事，大家有空可以去查一下，其实都算是中文学习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常识哦，这个母语者都是知道的哦，所以你们对，多了解这些典故啊，其实对你学习中文是很有帮助的。好，好，OK，好的，那我们故事还有哦，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啊。好，嗯，海伟说尖利、锋利跟锐利意思都一样吗？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大体上比较接近。但尖利的嗯，话，你肯定是讲那个东西，它对要尖尖的才行，对吧？对。对，嗯，我比较少看到尖利啦，第一个词尖我比较少利有比较有，少。但是比较少用哦。嗯，锋利、锐利，我觉得都差不多。不过这两个锋利我差不多。嗯，差不多，我觉得都可以用啊。不过我觉得锋利比较口语一点，比对，较锋利更常用。常用。对，对啊，我觉得差别不大，海伟你都可以用，没有问题啊。好，然后对，
这个月莹问说修补屋子可以吗？可以吧？如果屋子的墙坏掉了，你可以修补啊，对不对？或者对对屋顶可能坏掉了，你去修补屋子的屋顶可以吗？房子的屋顶可以，对，可以的。我觉得修补房子也是一个很常用的用法，没有问题嗯。好 ，OK，我们再往下看啊，最后好，最后一段，还有呢后来石头一直留在河堤上，等一下，保护着村庄，他再也不觉得自己渺小了。好的，石头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一直留在河堤上最重要的位置，然后他保护着村庄因为有了它，河堤才是完整的，水才不会漫过去那么石头再也不觉得自己渺小了。好，渺小是什么意思啊？就特别特别特别小。对，这个我觉得特别用在比较这个故事里面好像会用到，觉得自己特别渺小渺小这里是应该是有点抽象的意思，表示自己价值啊，或者是没有用啊，其实是表示微乎其微，你都看不到那种感觉。对，如果你觉得渺小，可能你觉得自己特别没有用处，或者特别没有人注意到，所以你觉得你很渺小。我们常常会说，人类其实是很渺小的，面对大自然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哇，大自然的力量多大呀！人类其实相对是很渺小的，或者是相对于整个宇宙，人类何其渺小，对不对？所以这个渺小一般会用在故事里面，或者是强调微乎其，就是太渺小、太小了，几乎没有人察觉到那种感觉好，那这个好，有人问渺小跟微小一样吗？不一样。微小就主要就是指的东西很小，真的是你的体积上，你的外形体积上真的很小。对我觉得渺小比较抽象，感觉你在意义上，或者你在整个比较大的层次上，你是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那种感觉。比如说，各位同学，你把人类跟整个地球相比，人类其实是很渺小的对整个大自然的力量来讲，其实人类是很渺小的。对整个宇宙来讲，人类是何其渺小，多么多么微小多么多么渺小。那这个微小指的真的是体积上很微小，比如说像病毒应该很微小，他们就是非常非常小，就是微小，你几乎肉眼看不到那种，就很微小好，渺小跟自卑这两个不是一个意思，对，不是一个意思。自卑通常指的还是你的心态上，对不对？你觉得你比不过别人，你没有别人那么优越，你会觉得很自卑，自己没有那么好不自信呢，就是不自信。对，如果一个人感到很自卑，通常他不相信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比不过别人就自卑好，这位同学想要参加口语课，你可以加入这个大叔中文的这个小鲜肉最高的这个会员等级我们每个星期日都会有口语课，你可以参加。不过建议你的口语能力最好是 HSK 4级以上好，那如果你真的想参加口语课，你可以私下这个写 email 给我们说不定那个笨叔有空OK 对。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我觉得讲到这儿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信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在某些场合上总是能派上用场。比如说你可能学习中文学得不好，但是你到了某些场合你很会跟人家交流，你很会交朋友，或者是你在某些场合你的能力特别能够发挥。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是可以的，自己是有能力的，只是有时候你不在对的位置，你不在合适的位置所以今天这个故事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信自己，不要看低自己，要相信自己能够派上用场，在某些合适的情况能够派上用场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遇到赏识自己的人中文叫伯乐找到自己的伯乐也是很重要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到这了，哇，真准了，半小时。
刚好半小时。好，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故事，请你留言告诉我们，大叔们才有持续做下去的点赞留动力。言啊，留言啊。对，那再来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你们国家啊，这几天特别的冷啊，口水都喷出来了，冷，那么特别记得去大叔中文的大叔小店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产品适合你。我们今天今天才上架的哦，对哦，做的新产品，你们自己去看，我们这里不说是什么了让你们有好奇心一点好，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哦，拜拜，拜再见。拜。